注意看，这几个人正在抢劫大巴车。快点！你也混蛋啊！都给我反捞人！快点，快点，懂啊！都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就在几分钟前，一辆前往济南的客车在车站内即将发车，售票员在车下大声吆喝，希望多拉几个客人。就在发车之际，匆忙赶来4个男人，售票员喜出望外，赶忙将这4人迎上客车。司机老王见发车时间已到，便将车门关上，发动客车缓缓驶出客运站。只见最后上车的这4个男人分别落座在客车的前中后3个位置。当这辆客车行驶至城外荒地边时，最后上车的最后4个人中，坐在客车尾部的乔四突然大声咳嗽一声，坐在客车前部的胡子突然掏出了一把自制土枪，顶在了司机老王脑袋上。剩下2人也拔出西瓜刀，大声呵斥车上乘客，让乘客将身上带的钱财和贵重物品交出来。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有如此穷凶极恶的匪徒。车上一部分人相当不满，但此时乔四却说自己刚出狱，让乘客别不识好歹，只要乖乖配合，便不会伤人。车上乘客这才明白，这伙歹徒是惯犯，如果现在贪恋这点钱财，怕是连小命都会丢掉。所以众人只好将自己身上的财物交了出去。4人抢到前后，逼迫司机将客车开到一处僻静路段停车。客车停下后，4人鱼贯而出。待大巴车开走后，4人快速登上了路边停着的一辆红色面包车。上车后，面包车司机英姐立马发动汽车，顺着小路直奔管陶县而去。在管陶县的一处招待所中，5人聚集在一间屋子里。老乔坐在床边抽着烟，剩余4人在刚抢到的赃物中四处乱翻。只见老乔猛地一拍桌子，4人被吓得呆在原地。只见老乔将赃物抢了过来，拉上窗帘开始分赃。只见老乔将手中的零钱分给了英姐、胡子、来子、于延平4人。因为刚才胡子掏枪震慑了司机，所以老乔多给胡子分了一些钱，还给了胡子一部手机。于延平见状心生不满，明明冒着一样的风险，自己分到的却这么少。老乔看出了于延平的小心思，为了平息于延平的不满，于是也给了他一部手机。分赃完毕后，老乔叮嘱众人各自藏好，下次行动时再联系他们。4人走后，老乔将剩下的一沓100元大钞和赃物装进包中。看着这些钱，老乔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另一边，售票员见4人一走，心中实在气不过，便提议到公安局报案。乘客们被平白劫去财物，心中也很是愤懑不平，自然不会反对。于是司机老王将车头一转，拉着一车人直奔广平县公安局大院。广平公安接到报警后很重视，因为这起案件性质恶劣，导致人们在一段时间内都不敢乘坐长途客车。刑警队长立刻率民警展开调查，警方对司机老王、售票员还有被抢的乘客展开询问。询问后，警方得知了关于这个犯罪团伙的一些基本线索。据乘客们描述，这个犯罪团伙实施抢劫的有4人，全部为男性，而且带头的老乔应该有50岁上下，剩下的人包括持枪的胡子在内，都是年轻人，大概在20-30岁左右，手中持有自制土枪、钢刀等作案凶器，而且4人说话都是本地口音。警方针对这些线索立即在全县内展开搜查。虽然有了一些线索，但是警方就这样全县排查，效率太低了，因为当时刑侦手段还很落后，警方就这样查下去，不知道要查到什么时候。于是警方决定从社会上的混混开始打听。他们锁定了一个名叫裴六的小混混。这个裴六平时游手好闲，没个正经工作，经常在商场里干些偷鸡摸狗的事。但正所谓贼有贼道，这个裴六在道上算是有这么一号，什么小道消息他几乎都能打听到。警方找到裴六时，这家伙正在商场准备偷一个客人的皮包。得手后，这家伙一回头便和办案民警撞了个满怀，场面别提有多尴尬了。物归原主后，民警对裴六展开询问。裴六就是个小偷，见到警察后自然战战兢兢，知无不言。裴六说自己的确不知道这起案件是谁犯下的，但是他可以在道上替警方打听打听。领下了警方这份差事，裴六也不敢怠慢。在一次和朋友打麻将时，裴六装作无意间闲谈的样子，故意提起大巴车被劫这个话题。经过一番打探，终于掌握了一些有用的线索。第2天，裴六就将民警约了出来。这次他告知民警，他打听到一个叫于延平的人，
在近段时间曾参与过大巴车的抢劫，而且裴六曾和这个于延平有过几面之缘。于延平是铁营村人，在邯郸打工，并且租了房子。在裴六的指引下，民警火速赶往了于延平住处。就在警方敲于延平住处的房门时，邻居大姐出来说，这人前2天已经从这儿搬走了。民警回到车里，裴六见没有收获，又道出了一条线索，自己有个老乡叫倪月琴，现在在饭店打工，他也认识于延平。警方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倪月琴所在的饭店。找到倪月琴后，警方要求他打电话给于延平，但倪月琴表示他和于延平也只是见过几次，根本不熟，但还是尝试着打了一个电话过去，果然没人接，警方也只好作罢。就在警方四处查找于延平时，老乔再次召集了上次的4人，在广平县一处国道路段内抢劫了大巴车，作案手法和上次别无二致，只不过这次大家都已经有了经验，这次作案时间更短，撤离现场的速度更快。只见4人抢劫完后迅速跑到旁边的小路，拐了个弯，上了红色面包车，一溜烟的跑了。被劫的大巴停在原地，警方到达后询问情况，此次案件和上次如出一辙，基本可以肯定犯罪团伙就是上次的那伙人。于是警方将这几起案件并案侦查。警方现在只有倪月琴这处关于延平的线索了，所以又将他请了出来，想让他再次联系于延平。倪月琴怕这件事会遭来于延平的报复，并不想打这个电话。只见倪月琴沉思片刻后，向警方又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，他的同乡陈香平曾和于延平交往过，2人还曾同居过半年。但后来陈香平嫌于延平整日游手好闲，没个正当工作，2人后来就分开了。但好像于延平对这个陈香平用情很深，警方如果从陈香琴这入手，应该会比较好找于延平。警方得知这条消息后，马上着手开始找陈香平。根据倪月琴提供的地址，警方开始对这一片进行搜寻。警方到了之后，并没有找到这个人，警方只好在于延平曾出现过的地方进行摸排走访。但不论警方如何寻找，于延平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毫无踪迹。2名警察回到车上后商议，既然找不到这个于延平，那就想办法让他自己出来。于是警方决定假借于延平前女友的名义来让他上钩。只见警方派出了一名女警，给于延平打电话，称自己是陈香平的同事，说陈香平现在得了重病，在医院治疗，但是钱都花完了，病情还不见好转，缺后续治疗费用，想找于延平借点钱。别看于延平为人凶狠，但一听到前女友有困难，果断答应了下来。而警方就将见面地点定在了医院。随后警方在医院周围进行了严密的部署，万事俱备，就等待于延平的出现。到了约定时间，一辆银灰色的出租车驶入医院，一个男人从车上走了下来。早在此等候的裴六顿时认出了于延平。裴六一使眼色，警方立马会意，跟着于延平就进了医院大楼。为了防止犯人逃跑，警方事先将会面地点定在了3楼。就在于延平走上3楼走廊时，警方从2头将他截在了中间。这小子还想跳楼逃跑，但是他最终也没有勇气从3楼跳下，所以只好乖乖地束手就擒。将于延平抓捕到案后，警方立即对他实施了审讯，但这小子还死不承认，嘴硬得很。警方立即打电话给客运公司，没过一会儿，大巴司机老王就到了警局。老王一眼就认出了于延平正是在自己车上实施抢劫的劫匪之一。这下于延平抵赖不了，只好老老实实的交代。经过一番审问，于延平招出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其他人。因为分赃时老乔总是自己拿大头，于延平心生不满，所以交代自己和另外3个人只是帮把手的伙计，老乔才是主犯。但于延平不知道老乔的具体情况，只知道老乔是个修自行车的。于是警方赶往老乔经常修自行车的地点进行调查，但是却毫无所获，只好返回车里。这时于延平又交代了关于司机英姐的线索，警方急忙驾车赶到英姐经常出现的地方。就在警方进行摸排询问时，英姐远远地看到了警察，拔腿就跑，警察在后面紧追不舍。转眼英姐就跑进了一家洗浴中心，在这种地方警方不便直接冲进去，英姐趁机溜走。但警方已经可以确定英姐就是犯罪嫌疑人。为防止这伙人外逃流窜，警方在广平县各个路口设了路卡，
对过往车辆严格检查。就在警方多方查找英姐无果时，却接到群众的举报，称英姐和一个男人租了房子。警方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，在房东的配合下逮捕了英姐。和英姐在一起的这个男人对英姐的犯罪丝毫不知情，所以警方只将英姐缉拿。英姐说只知道另一个同伙来自的具体地址，对老乔的情况却一概不知。马上警方根据审讯英姐的口供，赶到了来自家中，在家里将他一举抓获。来自到了警局，知道自己已经插翅难逃了，就将情况如实的反映给民警。老乔的行踪他的确不知道，但以前他们犯了案都会到馆陶县的一家旅馆进行分赃。掌握了这个情况后，警方全副武装调集人马，火速赶往这家旅馆。老乔果然在这里藏身。旅馆老板的带领下，警方找到老乔的房间，在门外民警凝神静气。门一开，民警顿时鱼贯而入，但却扑了个空。原来老奸巨猾的老乔听到外面的动静，藏到了厕所里。警方马上对这里展开搜查。老乔也知道躲在厕所不是长久之策，趁警察刚走过，他赶紧冲出厕所夺路而逃。其实这次抓捕，公安局做了充分的准备，从装备到人员都做了严密的布置。老乔刚出厕所门，就被搜查的民警看到了，众人立马展开追捕。这个旅馆就那么大点地方，不一会儿，民警就将老乔逼到一处走廊中间。穷凶极恶的老乔本想反抗，但看着全副武装的民警，再看看自己手里的土枪，心里涌现出巨大的无力感。于是他只好将土枪缓缓放下，不再抵抗。周围民警一拥而上，将老乔抓捕归案。随着老乔的落网，在邯郸酒店当保安的胡子也难逃法网，被当地的公安干警一举抓获。至此，广平县10余起大巴车抢劫案的主犯全部落网，广平大巴车劫案宣布告破。这个案子告诉我们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靠不正当手段得来的钱财最终都会消散，而实施犯罪的任何人都难逃法律的制裁。